听众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光，我是乡里 Sandra， 是 TVBS 未来银行每天晚上8点举办最新现金回馈活动，只要通过意志考验，就可以把高额奖金变现带回家。今天主题是用艺术治愈人生。来欢迎5位来宾，我为艺术家。来，哦呦。首先介绍是孙国豪，哎，乡里好 UCLA 电影表演系，所以你是念电影的哎。对，我觉得一般大家会想说，哦，我今天要看哪个明星、哪个女演员演，对不对？但像我呢，我就是去看他的这个导演是谁，producer 是谁。像我很喜欢 Ridley Scott、Tony Scott 的电影，然后像 producer Jerry Bruckheimer。那你看习惯他们的电影之后呢，你就知道他们的拍法是不是你喜欢的，就跟演员比较没有关系。然后像 Jerry Bruckheimer，因为他的制作的费用都非常的大，对你进戏院看的话，你就看他们的大场面，所以就知道这个导演跟制作人的重要性就在这边。来，接下来王心田，嗨，心田，心田呢，今天要聊的艺术是香氛。其实是我自己闻到的，对我自己原本是念插画，哇，这个是，然后这些是我自己平常兴趣的插画。哎，这不是我女儿画的吗？我不知道7岁的女儿画的好像比这个还好哎。都不一样，这是心情，这是心情的东西，对。但是就是因为3D 动画游戏设计都是比较专精的那种，这种是我自己私底下发泄情绪用的。啊，这个。然后再就是因为我现在有自创一个香氛品牌，那我就会把我自己的画作就是融入香氛。哦，所以这个也是你设计的？对，这个也是我自己设计的画，然后就会用我的画，然后设计一款香氛这样。接下来介绍李运庆，你好。是北艺大美术系的，所以也是艺术人喽，画画的。是，但其实我也有点像心田一样，就是走错路了。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会画画，然后衔接到拍戏这件事，其实有一个事件，就是当初有人找我去试镜，然后呢，那一部戏叫《闪亮的日子》，制作人是王伟忠哥跟陈慧玲姐，很有意思。那时候伟忠哥就说：“你北艺大美术系为什么要来演戏？你会什么？”我说：“我会素描。”他说：“素描不是基本功吗？”我说：“但我画得很好。”是吗？哎，给他一张纸，一支笔，画慧玲。然后我就现场画了慧玲姐。伟忠哥拿下来看完之后，他就跟慧玲姐讨论。说这个可以放在角色里面，然后我就拿到那个角色。里面演一个艺术家。漂亮。对，然后也不是艺术家，只是喜欢画画。然后后来在戏里面，他真的安排了一个桥段，因为我那时候暗恋白新慧，对，安排了一个桥段，就是我画了他的人像。是这样走上演员之路的，从此走上不归路。怎么这么说的？对，好，接下来介绍的是桑布伊，哇，6度金曲奖得主，新专辑吗？来，我们桑布伊，好，我们的是，你好，你这个设计为什么像饭店里菜单呢？没有，这个好火红，好棒宫保鸡丁还不错。看一下，佛跳墙，对，今天刚好没了，可能再选一下别的。对。哇，设计很精致啊。然后这张专辑是比较特别，跟前面3张不一样。那这张专辑比较属于比较舒服一点的，比较流行一点。对，里面有 R&B， 有 Blues， 有爵士，有很多的音乐。多元化哦。对。然后，对啊。那你对将来要拿第7座金曲奖有什么看法？这个张专辑没有，他搞不好一张专辑就可以得很多座啦，可能就得到10座。就是感谢评审的青睐啦。然后当然前面的工作啊，还有努力一定要有的。恭喜桑布伊，将来还会得更多的金曲奖。谢谢。哎，请问旁边他帮你很孜孜不倦的拿着那个，这位是要不介绍一下？不要小看我们的制作人，信伟，潘信伟制作人，哇，你也来宣传作品了。哎呦，查某人，他很厉害，他很厉害，他是大嘻哈之前很红那个选秀节目的音乐总监。这一整张刚好就整个是台语创作专辑。哎呦，哇，好棒哦！到年底我们收到这2张这么好的专辑。对，但是像你在里面，你是唱歌为主还是饶舌为主？唱歌为主。对啊，因为大家可以不需要一直唱饶舌嘛，那是节目的需要。他现在发专辑，还是要抒发他内心的一些心理世界吧。而且他这个设计也好漂亮哦，现在大家都花很多钱在那个专辑设计哈。没有这个设计是因为我是查波朗一首歌嘛，所以这个设计比较像是
以前有一句话叫做阿爸亲像山啊，那其实它就看像一座山，背影这样。他要进入社会，然后跟整个就是他接下来要扛的事情。哦，这样子的，懂了。查波郎，谢谢潘信伟，谢谢，欢迎5位哦。接下来介绍我们欢迎银行顾问是社会科补教名师陈启煌老师，你好。老师好。进行第一回合，协力夺金。现在就来请我们讲规则。好，这一回合呢，就是要靠团队合作，大家一起把奖金堆高。总共有10题，每一个人轮流当主答者，但每一题呢只有90秒讨论时间哦，要讨论快一点，取得共识，因为奖金会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第一题由孙国豪主导，请出题。不少观众已将国宝大师宫崎骏等同于日本动画，请问下列哪个作品才是出自于宫崎骏 ？A. 魔女宅急便 B. 萤火虫之墓 C. 你的名字。请作答。作答，孙国豪，你按错了。对不起，你按 A B C 啊。好，有 A B C， 来，请台开始讨论，倒数。我的大概就是因为我的女儿就很爱看那个宫崎骏嘛，所以我常常在家里就看到魔女宅急便，所以就一定是魔女宅急便，所以其他人的都是错的。对。我直接砍掉吗？我可以直接砍吗？我为了奖金直接砍哦。这么确定啊？按啊！我的答案就是 A。按啊！他没有要管别人的，对，因为我的女儿很爱看，所以我就常常跟她一起在看宫崎骏的戏，所以 Netflix 上面所有的宫崎骏的戏，我们都会 repeat 的在看。那你为什么今天打扮成花轮呢？我今天的色系代表 Team Taiwan，Team Taiwan， 10个颜色，可以。魔女宅急便 A 对或错？恭喜，厉害了！其实呢，魔女宅急便就是，但是我们要讨论的是萤火虫之墓，因为很多人都以为那也是他代表作，但不是哦，他们都是出自吉卜力，就他的那个工作室。可是呢，萤火虫之墓的作者其实是高田勋，所以不是宫崎骏。那你的名字是？你的名字是新海诚。哦，对，日本的动漫很发达，很发达。而且以前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满电车上面都是漫画书。对，他们买来看完，他不会带回家的，就直接丢在那里。就放在电车上，大家随手看。很多，是。来，奖金是6764，第2位是新田，请出题。巴黎3大名秀中的疯马秀含有大量女性元素，请问下列何者是疯马秀的3大元素之一 ？A. 蕾丝 B. 粉色 C. 高跟鞋。请作答，新田。性感啊！请作答。有的人没看过怎么办呢？来，请开始讨论。我跟你说，一定是高跟鞋，因为它门槛就是高跟鞋，所以你为什么选 A？ 我选 A， 因为 lace，come on，lace 就代表 sexy 性感 ，OK？ 可是疯马秀每个人在那边露奶，然后就是蕾丝一堆啊。没有，那 C 为什么？它门槛是它要长得很高，对不对？可是你记得之前有看那个 Blackpink 那谁去看的时候，他是 Lisa， 对 Lisa， 她表演。但是她身体穿蕾丝。我不管。你不管人家了，钱在跑哦，快点！这2你要说几？我 C。对，我锁。这2很可怜，都没人跟他讨论的。因为你们看起来不像看。你们3个在讨论那个，拜托一下，这边修教口后。三不一知道疯马秀吗？有去看？我没有没有。但知道我的印象是好像疯马 MTV， 对，应该是高跟鞋吧？蕾丝大家都有在穿粉红色。疯马秀也有发行 CD 有，你可以看呢。我觉得高跟鞋很特别啊。跳舞对啊，跳舞不好跳，对不对？信维呢？我是选蕾丝了。蕾丝哦，我觉得蕾丝。那个疯马秀是设计，他们呢要经过舞蹈学院毕业，是厉害的人才去疯马秀，而且身高要一样，胸部还太大的还不能跳。对，因为要整合，对，你不能跟队伍不一样。你有看过？我去看过啊，精彩吗？看2次，很精彩。2次啊！还有 one man solo 的，还有这个一直跳团舞的。他们很整齐啊，而且腿长啊，对，纤瘦的比例都是一样，没有我会特别胖的，我胸部特别大。我每次都觉得看这个时候，你是会把它当成艺术在看，还是你会不小心会有一些？没有，绝对是看艺术，应该是艺术。因为他们会装那个流苏在这边嘛，然后这样一直甩嘛，那也算艺术嘛，哈。来选择 C 高跟鞋对或错？恭喜答对！大家不要忘记哦，那个
疯马秀啊，它的 logo 就是一个高跟鞋，那他们常常要上空嘛，对，所以全身有的时候如果是蕾丝，好像太理所当然。其实最性感的就是女生的脚这边，然后用一个高跟鞋在那边，所以这些呢全裸、极尽全裸的女生，你想她们极尽全裸身上只有个双高跟鞋，她们叫做 Crazy Girls。对，而且那个红唇是很特别，红唇。因为它有一张椅子是大的红唇，就有一个女生在上面受揉，还有一个浴缸的一个受揉，是就完全非常性感，你不会想到是色情。但他们是欧美比较喜欢有点肉的是，但她身材真的很好，真的好，比例好。来13836，李运庆，请出题。在戏剧表演中，常常会有插科打诨来形容一个人的表演，请问其意义是什么？ A. 有武打动作的表演 B. 引人发笑的举动 C. 风格突变的演出。请作答。插科打诨，请作答哦 ，A、B、C 都有。所以请开始讨论。我认为因为以前的表演以前上课可能都是什么京剧啊、武功的，所以如果这个词汇拿去做表演的话，有可能是在练武的方向，比如像武打动作。赞成。对，那快哦，现在跑，现在跑。王哥你怎么说？我是选 C 嘛，对不对 ？C 就是引人发笑的那个。C 是风格突变的演出。突变。哦，突变。对，国哥好像不是很清楚，来，这个不懂。我觉得看起来那个字面上意思感觉就是风格变化比较多，感觉在里面叙述起来比较符合。这很难，我来不及了。对啊，答案了。我觉得我的答案是 A， 我觉得因为大家的答案都没有办法说服我，然后意见相左，所以我还是决定用自己的答案。但桑布伊刚刚还没讲话哎。桑布伊选 B。我觉得在戏剧当中啊，不是，我说演到后面，我觉得看戏剧，像我看戏剧觉得会无聊，然后有一些插进来，我觉得搞笑的东西啊，或者是对，他会把这个戏剧带起来一些气氛。对我觉得这时候好像有点道理耶，是不是？插科打诨。可是很难呢，它其实是8个字连在一起的。对。说学逗唱，插科打诨。对。那说学逗唱就是讲笑话了，插科打诨还要这个地方小曲儿还有一些动作，语言的动作，不会真的是武打，所以应该是说学逗唱，插科打诨。但我觉得以前没有这样的，以前的司仪就是像新年长得漂漂亮亮，就接下来介绍孙国豪，接下来介绍谁，然后仪态端庄，然后讲话抑扬顿挫。对，然后就在我们国庆晚会啊、重大典礼里面，像百家丽啊，早期他不会插科打诨、说学逗唱，所以后来变革这样，是会不会风格突变的演出？最后变成都是主持人在领导整个节目嘛，对不对？但我不晓得这个答案应该不是有武打动作的表演。来，选择的 A 对或错？可惜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B， 引人发笑的举动。我早就见过你了，对不起，你的名字是张不一。一定要问我，一定要问我。说明一下哈，就是我们常说唐诗宋词元曲，那元曲里面有所谓的科跟白，科就是动作，白就是对白。那至于打混，那个混的意思就是逗趣的言辞，所以插科打诨就是用逗趣的言辞跟动作来引人发笑。那之所以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传统戏剧讲究寓教于乐，希望能够悲喜交融，不要太过悲伤或者是太过欢乐。所以他们在悲伤的剧目的时候，就会安排一个丑角来插科打诨一下，来去调节整出戏的气氛。好有学问哦！对，就像上菜一定要调味料，没问到。以后你说什么答案，我都跟你走。哎，现在不用了，你就跟他走吧。桑布伊来主导了，请出题。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涂鸦，请问在台湾可以涂鸦的地方是哪里 ？A. 部分防洪墙 B. 部分桥梁 C. 部分电箱。请作答。涂鸦哦，哎呦 ，A 跟 C。来，请开始讨论。我在平常骑摩托车停红绿灯的时候，对，我就看到一些电箱，都已经画得很漂亮。有些像我住在比较新北市的很多原住民，然后那边很多
涂鸦，原住民的涂鸦，或者是打招呼啊，怎么说啊，哪一组怎么说，我看了很多。那防红墙不行吗？防红墙好像不行哎，行吗？因为问看防红墙的人，信维是可以的。可以吗？那个我前面我记得常骑脚踏车啊，对，然后在合体其实会有很多的墙面上面整个都涂鸦，然后以我自己知道的，好像是会有规划一部分是让大家可以5000哦，真的去涂鸦的。哇，真的，相信我们，真的。好像可以改。我答案是 C。哇哎，还是电箱的。我相信我自己。电箱是有了，但是电箱范围好像没那么大。对，应该是说这些地方你都有看到人家那边画，但是现在讲的是可以跟不可以，有些东西是违法，你不能乱画。那哪里是可以的？部分桥梁不可以吗？桥你好好给人家画一个。桥梁下旁边的防红墙是可以的哦，因为我常常骑脚踏车经过河滨公园，但电箱跟那个普通路旁边的墙壁那种好像其实不太可以，那是违法啦。对啊，感觉是。所以涂鸦是乱画的，不是艺术创作呢。没有，涂鸦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创作。那艺术创作我们在去南部都是在墙上画啊。其实很多电箱有图案，但有可能是政府请人来画，对，那种城市艺术的。我看电箱那个感觉比较多是彩绘。彩绘不能叫涂鸦，对，它应该不一定不会，不一定是涂鸦。但是呢，这题是由我们商务部来主导。C 部分电箱对或错？可惜答错，真的是 A。正确答案是 A 部分的防红墙。对。其实呢，大家我们这个涂鸦不是随便拿个笔画，是那种真的很像美国街头的那种 graffiti 那种涂鸦式的。那呢，其实哪边都可以画嘛，但哪个才是合法的？只有台北市开放6处河滨公园那边是合法。至于其他乱画在墙壁啊、梁柱上、电线杆旁边、道路上面，有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乱画嘛，然后还有一些桥的侧边，其实都是不 OK， 都会犯一个叫做废弃物清理法，不能乱画。在我们印象里面，好像桥也有人画。对啊，就到处都有。一个电线杆也有人画，墙上画更多了。对，但这其实是来自美国黑人文化。因为你知道，像在河滨公园这个防红墙是专门可以让你画的地方哦。它只要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1个礼拜后，那个政府单位就有相关人员清洗，用白色的漆全部把它涂掉，再重新别的创作。对，变成一片白色的，让别人再去画。而且我看过人家直接盖涂的。就是直接现场，它就盖上去，盖掉，对，就不会一直呈现那个艺术品，就那一幅而已。对。好，接下来也有信维了。信维，为什么轮到自己的时候，就好像失去主张？对啊，会紧张啊。你们奖金不算高哦，要继续加油。信维主导，请出题。很多画家都是过世后才闻名，但有个人生前就靠卖画作致富，请问他是谁 ？A. 维梅尔 B. 高更 C. 毕卡索，请作答。好 ，A、B、C 都有。来，请开始讨论。哦，我想要问新田，因为你们是美术的，对。因为我有去看过他的博物馆，是他本身是疑似是有剪彩过自己的博物馆的样子，所以代表应该是他在的生前就卖画，就已经有在卖。而我听过什么毕卡索好像都后面比较红，他前面就在卖，他前面就在卖，对他前面就在赚。对，君君哥这边，注意时间哦。好，对，前面了，相信我们。那毕卡索，好，我答案是毕卡索。按 C。这些人很浪费钱的。我的答案是好，那我决定。哎，那2位都画画，你不尊重他们讲？我真的。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他的纪录片，他的纪录片在他家里面。他在家里面画画，他家超级豪华的哦，那一看就是很有钱。对，对，生前就卖画，不见得卖那么高了，但是卖画嘛。来选择毕卡索，对或错？恭喜答对！对啊，我相信你们。给大家解数字哦，毕卡索他91岁才过世，然后91岁的时候他的遗产是1700多亿，他那时候就那么有钱，就超有钱的，因为他非常会贩卖自己的画，他会把每一幅画里面讲很多故事啊，所以大家就觉得哇，必须买这个名画来收藏。是。那像维梅尔就是画出那一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那一幅，大家都知道那个名画嘛。他其实生前呢欠下庞大的债务，所以他呢是没有很有钱的，更不用说像高更啊，或是梵谷这些人，当然人生在世的时候是
是更加辛苦的。对，超级，他是有钱的。如果不卖，现在更有钱。好，现在奖金是19774啊。那接下来回到孙国豪第2轮喽。第2轮，孙国豪的主导，来，请出题。梨园是戏班的别称，演艺工作者也被称为梨园子弟。请问，梨园原本是指什么地方 ？A. 皇帝游乐的地方 ；B. 嫔妃赏花的地方 ；C. 文官吟诗的地方。请作答。梨园，你作答 A 跟 C。请开始讨论，国豪。那我就问一下这个谁呢？好，三不一，好，来讲一下。啊，就梨园嘛，这就很简单啊，字面看就可以翻译了嘛。皇帝游乐的地方，它当然就会有一些戏班或演戏啊，不是看风景嘛，那我们去一些游乐场都会看风景之外，那边还有95号说还有原住民在那边表演，这样直觉就可以知道说应该是 A， 皇帝游乐的地方。好 ，OK， 我的答案就是 A。按啊，这组很奇怪，这组真的是很浪费钱啊。Sorry， 太紧张了，太紧张了，停那么久。我的答案，你都第2轮了，还紧张什么？我钱在跑啊，叮叮叮叮。选择皇帝游乐的地方，对或错？恭喜答对，是不是？这个是点比例的问题。来，请陈老师。梨园呢，原本是唐朝宫里片植梨树的一个果园，那这个果园就是拿来给皇帝跟皇亲国戚饮宴游乐的地方。那只不过是因为唐玄宗非常喜欢歌舞表演，所以他登基即位之后大力发展戏剧。那他选定梨园作为活动场所，然后挑选宫女跟乐师来去在这个地方接受训练。那由于戏班最早就在梨园所形成，所以后来就把戏班称之为梨园，把里头的演员称之为梨园子弟。而唐玄宗也被视为是演员的祖师爷。所以是他哟，梨园子弟所以干这行的一定要拜这个唐玄宗嘛。对，太酷了。所以称作为梨园了哈。好，奖金是25800。来，王新田，请出题。报纸过去是影响文化、促进艺文发展的关键。请问，根据专家建议，报纸还有什么妙用 ？A. 旧报纸铺桌子 ；B. 擦白鞋 ；C. 室内晾衣服更快干。请作答。生活题A、B、C 都有。来，请开始讨论。我自己觉得，因为它防潮啊，它可以代替吸水，所以是 C。那你为什么 A？ 没有 A， 因为大家最普遍就是你铺旧报纸，对不对？那个桌子就干净啊。你室内妙用吗？不是，你室内晾衣服的话，你那个有油墨，衣服白 T 恤那种不是就脏掉了？晾没有啊，它摆在旁边啊，它代吸而已啊，是吧？像是那个除湿机，可以吗？你同意吗？对对，都有啦。但是我觉得常用的话，大部分在吃饭的时候饭桌上面用的报纸。注意奖金，我决定了，奖金，锁定 C。晒衣服更快干，对吧？但是我蛮怀疑，因为怎么会有人选擦白鞋啊？越擦越脏嘛。其实怎么回事？我刚想一想才发现，好像是会拿来擦皮鞋了。擦皮鞋可能，好像是白鞋有道理。皮鞋是黑的嘛？有可能有白色的皮鞋啊，对不对 ？OK。选择的是晒衣服更快干，对或错？恭喜答对了。基本上报纸就是有油墨虽然说它拿来垫桌子，不代表它是真的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因为大家在那边吃只是说比较方便，但其实你们有没有记得以前手上都会沾到一些油墨，很不干净。那擦白鞋就是根本不可能啦。但是呢，报纸的确是可以帮忙吸收一些水分，所以把它铺在晾衣服的底下，可以帮助晾干的速度。李运庆对不对？来主导，请出题。流行的先驱，请问在前排观赏时装周的观众有什么样的规定 ？A. 不可以翘脚 ；B. 不可以驼背 ；C. 不可以歪头。请作答。请作答。你作答。A、B、C 都有耶。请开始讨论。我觉得呢，如果他坐在前面的话，如果翘脚，有时候穿那个窄裙的话，可能会不太好看，会影响到那个上面的人。
没有啊，很多名模都坐在第一排，然后都裙子穿很短，都在翘脚，到那个高跟鞋有没有？你问 Candy。我跟你说，我很心虚，我也觉得我也有翘脚，但歪头是不是觉得你好像觉得设计师作品很差吗？这样做很没礼貌，我不知道。我是觉得前排的话，他都会都在平面都同一个平面，前都会挡到人家视线。哦，决定。哎，这是比较有建设性了哈。不可以歪头，可以歪头吗？好，选择不可以歪头，对或错？可惜答错了，答案是 A， 不可以翘脚哦。其实两个方面来看，他有时候走离你很近，你翘脚有没有就占到一些空间啦？第一个空间上不太 OK， 那第二个呢是你前面翘脚，就是很多摄影师会捕捉镜头，他觉得翘脚不好看，所以呢时装秀摄影师都走过去跟前排来宾说，麻烦 uncross your legs， 就是不要翘脚。哦，对，有这个规定。金田，还是你是走秀的？对，他不是观众，你在走秀都没来看来宾就对了。我会看他们。好，接下来是我们3不1，请出题。你还记得吗？早期信用卡上的数字都是凸凸的，请问是为了什么原因而这样设计 ？A. 方便盲人使用 ；B. 当成印章使用 ；C. 避免磨损看不到字。请作答。好，B 跟 C， 请讨论。我是觉得避免磨损吧，因为它会穿上磨损的卡片，然后就用碰的，或者是对啊，用印泥盖一下，它就有那个号码就出来了。啊，用印泥盖一下。我告诉你，这个我有经验，因为呢，在美国以前呢，他们就是那个刷卡有没有？就是有一个那个很传统的那个机器有没有？卡银那个印咔咔有没有？然后它就有这个单据有没有？印出来了，就会有那个。然后选择 C， 我选择 B， 选择 B， 答案是 B， 讲对不对？对呀，被说服了，那个号码就出来了，有没有？然后那个紫色的那个油墨就有啦。哎，现在好像没有了哈，现在没有了，现在那个晶片啊，晶片，来选择的当成印章使用，好像有这么一说，好像有这么一说，对我说，恭喜答对，不错不错，对不对？上年纪是不一样的。早期的信用卡刷卡不像现在可以连线，所以他们是用手工压单的方式，会把那个顾客的信用卡跟3联单拿来，在那个手工刷卡机那边刷过去。当那个滚轮压过那个凸字之后，上头的资讯就会写到3联单上。那有点类似像活字印刷，所以是当印章使用。那顾客看到确认资讯无误，签名，那这样子就等于是完成交易了。哦，了解了。厉害厉害，难怪现在都平平的，没差。39170，来，接下来最后一题了，最后一题加油，请出题。传奇女星玛丽莲梦露有一幕经典的飞裙画面，请问在电影当中是什么风把她的裙子吹起来 ？A. 水沟盖往上吹的风 ；B. 2栋大楼间的风切 ；C. 地铁列车经过的风压。来，请作答。好 ，A 跟 C。来，请开始讨论。只有一个人有选 C 而已啊。问一下3不1。3不1，你可以不理他哦。哦，就去过纽约嘛，然后地铁它不是都有通风口嘛，然后所以地铁经过的话都会有那个。哦，你是这样想。我的想法是这样，没关系，那我选 A。意思听过就好了。意思听一听，对不对？给他2个镜头而已哦。但我觉得 A 有点太正常，太理所当然了。大家经过都被风吹，不是2栋大楼。对，因为如果水沟盖的话，到处都是水沟盖，我每走一个水沟盖我就吹一次哦，我就觉得哎呀这样子哦，太辛苦了吧？就不要一直走水沟盖上面就好了。对啊，到合理上面。对，选择了水沟盖往上吹的风 A， 对或错？可惜答错了，答案就是地铁哦。有没有？你应该相信自己的。1954年有个电影《7年之痒》里面，他这个经典造型，穿着白色连身裙，然后呢，他走过的时候，地铁一阵风将他的裙摆，然后这样遮一下，这个是最经典的飞裙造型。他只是刚好站在水沟盖上，但是那个风不是从水沟盖底下来的。你们奖金39170，是，所以我们增加到4万。好嘞，谢谢行长哦，4万。
你们可以接下来5个人，只有1个人可以挑战4万块。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唯我独拿。好，乡里请讲规则。这一回呢是用听的听题目，抢答之后作答，答对1题累积半张淘汰卡，2题呢就可以集1张完整淘汰卡，选择残忍的淘汰哪一个队友。那只有最后留下的那一位才可以前进第3回合挑战。来，第1题请出题。不同于西方音乐的哆瑞咪发嗦拉提，请问中国传统音乐有多少个音阶？运镜5个，5个，对或错？就是恭喜答对，工商绝止绝止语这几个，然后它是没有那2个半音，没有发跟 C，所以我们对于唱歌一直唱不到 key 上的人，所以我们才会说他5音不全。不会讲7音不全，不会5音。来，恭喜有半张卡。来，下面一题请出题。主要掌管图像思考与记忆，因此被称为艺术脑的是左脑还是右脑？运庆，右脑，对或错？恭喜答对。左脑呢是主要是语言，右脑的话是图像，所以习惯训练右脑的人呢，他会对图像、颜色这种东西很敏感。比方说看到一个人，像我是左脑人，我比较会注重他讲什么话，然后讲话的音调。可是右脑人呢，就会记住他穿怎么样的衣服、怎么样的容貌。因为我听过人家说，因为我是左撇子，人家都说你左撇子的话，右脑会比较发达，对，就是比较偏向艺术类。是，我女儿也是。恭喜你有1张卡了。对你已经连下2，可以淘汰人。我现在就可以淘汰人了吗？运庆，恭喜你有第1张淘汰卡。请问你现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国豪哥。马上吗？为什么？没有，因为其实国豪哥懂很多。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他是最大的威胁。第2个可能就是桑布伊。我比较会猜而已啦。好，来国豪，请休息。对啊，卡片归零哦。下面一题，请出题。查甫人不只是男人的意思，请问在台语当中，它还有儿子还是丈夫的意思？信维一定要答这题。丈夫对或错？恭喜答对哦！根据教育部的台湾台语字典，查甫人，我现在念的不太好。查甫人对。查甫人除了男，查甫跟查甫，查甫人呢除了男人之外，还有老公的意思。查甫人唔能出一支嘴，什么较早用车，起码一个皮皮串啊那样，有没有那个广告？翻译一下。那个有一个广告，他跟他吹嘛，他说我以前是海军陆战队的，对，龟山岛在那边，以前年轻时候2趟都没问题嘛，是用车嘛，用车，他太太就来骂他，你用车，你几个摸都关不掉，关在用车，一个臭爽，懂了，一个妻子应付不了，还应付2妻，是这个意思。懂了，那广告很有意思啊，双关语，查甫人，出一支嘴，学到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强调对城市日常生活中事件的捕捉，称作街头摄影还是概念摄影？因为街头摄影对或错？恭喜答对喽！那街头摄影呢？威胁在这里，不会吧？街头摄影就是讲故事，然后没有什么事先塞好的哪个棚啊，也没有 model， 也没有特别工作室的照明，它就是你在街上真实世界走过去，觉得这个构图不错然后你对日常生活的体验跟艺术家自己的一种风格吧，你就拍得出街头摄影啦。是的，来恭喜你，信维你也获得1张淘汰卡。你现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动力火车。今天，怎么会这么没什么威胁力啊？我想说聪明有挑战性的下来。你说新铁没挑战性是不是？没有了，不是。啊，我要怎么接话？没有，刚刚谢伟看了一下桑布伊，然后桑布伊转过去说：“我们是动力火车呢。”我们说不要打对我呢，我们是动力高铁一样，动力高铁。
真的蛮像动力火车。来，新田请休息。哇，帅哥美女先淘汰啊！来，下面一题，请出题。《仲夏夜之梦》是莎士比亚经典著作之一，请问该剧作是一出喜剧还是？哎，请说。喜剧。对或错？恭喜答对！莎士比亚有4大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的商人皆大欢喜第12页，所以他们是4大喜剧之一。来，接下一题，请出题。美食当前，手机先吃，请问手机先吃的意思是扫描点餐，还是拍照打卡？张不义，拍照打卡。哦，对我错。恭喜答对，好有自信哦这一题。拍照打卡。不过我觉得蛮残忍的，你有没有常常去吃活海鲜？帝王蟹5公斤哦，有没有人要拍照？手还把它搬起来，有没有？大家拍照，拍完了哦，这样进去料理了。对，它是活的。是啊，有没有？现在很多人都会喜欢拍照打卡，手机先吃。但是有一个做出一个调查，其实男生很讨厌跟女生出去的时候，女生那边一直照相，男生就很没有耐心。等一下。来，下面一题，请出题。体育竞技中的垃圾话，通常是指骚扰手段，还是闲话家常？哎呦，3不1，当然是骚扰啊，骚扰手段。对或错？恭喜答对，那时候还英文叫 trash talk， 就很像你看很多篮球员啊，他们就对这边讲，哎，你知道到我吗？对哦，你老婆很漂亮，这可以哦。我想约他出来，没错，就会激怒啊，激怒就打架了。哦，他是想激怒你啊。我练足球的，我常常也会这样，足球演员是骚扰你，他突然一掰，他说自己假装跌倒，对，他就是骚扰的语言来刺激，然后用语言骚扰这样，对。哇，3不1连下2哎，哇，一人拿一张卡，很公平啊。是，哎，动力火车，该你讲了吧？信伟，你要讲动力火车。我们是，对，动力，我们是动力高铁。请问，恭喜你拿到一张淘汰卡，你现在要淘汰的是？我要淘汰的是。运庆，合理啦，因为他有半张卡。对啊，我知道是跟你们组团的。哎呀，重关系，他的威胁太大了。对，你当然要淘汰半张卡，因为你们俩现在都平起平坐，没卡。哇，你们俩这穿得很像，分不清楚谁是谁了。对啊，一样啊，因为我们两个在10月份一起发了一张专辑。对啊，10月份的那个 style 就是要穿牛仔裤。了解，有 feel。现在各凭实力了啊，兄弟对决了。请出题。请问，大卫雕像裸体示人的原因是为了体现英雄形象，还是性吸引力？大卫雕像3不1，应该英雄吧？英雄对或错？恭喜答对，就是英雄。那古希腊罗马艺术里面啊，不管你是神或是男性英雄，就会用裸体示人，因为他们看起来又年轻又健壮，是艺术作品中一个手法，而且凸显地位跟身份。所以像古希腊里面那种厉害的运动员，其实也是全裸的，那跟性吸引力比较没有关系，只是我们后代看了就觉得蛮有性吸引力的。以前可能裸体是很正常的事嘛，对。可是很奇怪，女生裸体都会这样嘛？会吗？有啊，维纳斯这些，就遮一下这样子，遮。但男生都是这样，一定要露一下这样子，对不对？挺出来，有那个姿态。对，为什么女生就要遮，男生就要裸？可是他们是 heroes。对，怎么感觉？哎，可是我们在怀疑，是不是做的过程当中有放大了？你看男生都无聊，就是想看着你，是不是以后很想要有个裸体的瓜哥雕像？那可能要贿赂那做的人。再大一点，再大一点。那还是要成比例啊，不能。台湾原住民的古老雕刻也是这样，男生是打开的。也是裸体的，对，都裸体，就这么开哦，就很开，直接打开。那女生的也有打开的，对。你说贵族啊，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家屋啊，它的雕刻全部都是裸体。有，我那天出外景去燕里啊，对，他不知道是哪一族的原始的原住民的住家，他2个雕刻是很喜欢的，2个木板在像门帘一样，他有一个男一个女，男生在左边还呢，他就是这样啊，这样，没错。啊，女生呢？
女生你没得看女生她不会去做那个。对。OK， 有半张卡了，来，请出题。加油！形容身材好的方式非常多，请问九头身是指身材纤瘦，还是比例好？张不一，我怕我会答对。哎呀，没关系，当然是比例好嘛。对我错，九头啊，定啊。哎呀，结果是桑布伊，桑布伊啊！哇，桑布伊从头我们就没有看好的，他是这样子耶。你们3个从头到尾就没理过这2个人。你为什么没有按信为比例好？你想要让给桑布伊是吗？没有，我真的来不及啊。啊，了解。比例好，九头身就是头在1嘛，然后身体有9，哇，那个真是黄金。什么37身，对不对？脚要很长。就婴儿是55身。对，最怕是64身的，上面是6，下面是55身也不好。对，好嘞，恭喜你，桑布伊成为今天的冠军。想不到，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 篇。恭喜你，恭喜桑布伊有4万块挑战权哦。好，你没想到要在这边写字哦。对啊，我觉得到这一关，我觉得对我来讲，成语是非常困难的啊。对，那这成语不能太难了，根本。对啊，然后小时候的国文也不是很好啊，这个。看你一脸。原住民的注音有没有安跟昂都不知道。昂不分对。对啊。好，来，可以的，你可以的。请插卡，我们尽量协助你了。好。来，金库请打开。里面有4万块是您挑战的奖金，必须先通过2道密码的考验。来，请出示2道密码。2个密码呢，分别是总笔画44画的原住民音律好，或是总笔画61画的花东产歌手。原名音律好的8部合音啊，哦，8部合音，天籁之音啊，对，对不对？余音绕梁啊，余音绕梁啊。那花东产歌手那就不用讲了，地灵人杰，比比皆是。哦，真的也是。但是61画，61画真的超级多，信手拈来也不够，简单的会比较好吧？对呀，你写那光60秒，你要写那1笔1画的，我建议你选原名音律好吗？好哦，那我就听我们的行长。好，来锁定原名音律好。那花东产歌手这个4个字一定相当难的，笔画一定很难又多，请看是哪4个字？哎呀，这什么东西啊？哦，钟灵毓秀，李玉芬的玉嘛，对，玉。那个钟呢是累积聚集的意思，然后所以把一些有灵气的人都聚集在一起，然后那个育就等于像育成教育的那个育同字，所以培育出一些有才华的人。钟灵毓秀，这个谁会？哦，这个好险没选到，这个太难，光写那个灵你就算得昏倒了，真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挑战这个4万块奖金。原名音律好，请出题。周郎顾曲，来准备好计时，周郎要清楚啊，计时开始，清楚来写。好，周是这个吗？刚刚跟你讲的不是吗？哎，几画？哎，好，用按的。几画？0、8。OK， 好，第2个狼，对，清楚。狼啊。1、2、3。你看快哦，时间是1分钟而已哦。9。顾曲。顾。1、2、3、4。曲。哎，停。哎，周郎顾曲，密码08090906，对或错？这密码不对，才32哦，不够，绝对不够，绝对不够。对，有一个字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字。用了几秒？那我们给你10秒来改。来，请开始，清楚，就写最后一个字了。对。这样计划，慢慢算没关系。哎呀，17
OK， 没关系。17加6是23，加20的话43。哎呦，好像是 C 的 C。我这个是金鱼脑，来，请念密码。08092006。0809好像是那种什么电话？对，那是0204啊，不一样。对我说09。好，时间用完了，对不对？我们看正确解答。就是差，真的哎，差一笔画啊！我算错，就那么一画。周郎顾曲的意思是，周郎顾曲就是周瑜呢，然后还可以把这个他喝醉了，然后呢还是听得出来谁哪个音弹的不对，走过去跟他说，哎，你音没弹好哦，所以他是绝对音感，绝对音感，然后耳朵超级灵光，但是个性又很像吧唧，吧唧。好，谢谢，拜拜，拜拜。学到了周郎顾曲。哎呀呀呀，可惜哦！我是真正就不学我叫果然原住民。那周郎顾曲的顾写太快，他是被那个倒数吓到的。吓到。什么19、87、76，我好紧张啊！来，好好介绍你的作品吧。哦，这一张查甫人一首歌，然后我首张台语个人创作专辑。然后推荐给大家。然后如果要找我的话，可以去加我的 Facebook、IG， 然后 YouTube， 现在上面有2支 MV。然后我主打歌 MV 我请来了南哥来演，所以大家可以看看。他把查甫人演得超好。来，你也好好推荐你的作品。这张第7座金曲奖的作品，7、8、9、10座。谢谢。那这张专辑叫《靠近》，然后这张专辑是跟之前专辑不一样。然后这首歌里面的音乐都比较 chill， 比较舒服的音乐，不管是从早上、中午到晚上，到下午运动都可以听的一个音乐。对，会不会听了一直喝酒啊？不，还好啦，不用。心灵平静，太 chill 了。这个在那个什么讲的好好听哦，听到运动哇骗笑。沙发伴很容易放对。所以这张专辑5、4、3、2、1，我是3不1，请靠近。3不1哦，3不1，周郎顾曲啊，真的。谢谢大家今天参与，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 把智慧变现。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谢谢观众，谢谢啊，好不好？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